美之间左右逢源的南韩，现在成了腹背受敌。南韩要怎么找到自己的路呢？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跟大家来讲讲一个劈腿的爱情故事。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悲惨下场？好，那就是韩国。你说韩国跟谁谈恋爱啊？韩国劈腿，他跟中国、美国都谈恋爱，他就在两边左右逢源，你也好，我也好，135是你，246是他。好了，现在倒大霉啦。好，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大家应该知道他进来的一个困境了哦。之前有他内政的问题，但是呢，在他好不容易有一个总统好确定叫做李在明之后呢，现在他要面临到的是中美之间，他要不要选边站？他不要选边站，他现在到底又该怎么办？南韩他呢外交的一个这个状况一直他都是把这个安全要靠美国，经济要靠中国。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脚踏两条船呢，在中美两国的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知道，中美两国呢已经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两极，非常极端。好，那两极哦，那现在南韩卡中间。他被怎样？他被两马分尸了。好，所以呢，现在南韩的处境啊，非常非常的尴尬，跟他很难处理。就像呢，一个劈腿的一个这个男朋友，好，你这个女的也要，那个女的也要，好，有一天你被康，你被发现了之后，你就是被剪掉。好，于是呢，你就看到了现在美国呢怎么跟南韩谈他的关税呢？你既然要靠向中国是吧？那就没有什么好跟你说的啦。川普怎么跟南韩要呢？他说：“你预付我3500亿美元的投资，我再来跟你谈关税。”35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啊？不行的概念啊！李在明怎么说？他说：“现在南韩的一个外汇储备、外汇存底就4100亿美元，你要拿走我3500亿美元，那我就剩那600亿能干嘛？”我不能啊，我怎么能把我外汇存底全部通通送给你美国呢？不行。他说这会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韩国就倒掉了嘛，韩国就破产了嘛，于是呢就让这个 IMF 来接管了嘛，整个韩国的政府的支出还要经过 IMF， 你觉得这像话吗？所以呢，李在明就说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的哦。但现在呢，感觉美国就踩很硬哦。谁叫你要在这个地方给我左右逢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李在明他也是一个这个好像脑子也是没很清楚，因为呢他为了要谈关税，他就到了这个美国去。好了，到美国去了之后呢，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官员跟他谈，你知道这个傻蛋啊，这个怎么讲的吗？人家问他啊，就问他说，哎呀，你这个人家说你亲中立场，你是吗？你是吗？然后李在明怎么说？他说，哎呀。那你要定义什么叫做亲中了哦。如果呢，你觉得不绝交，不跟中国绝交就叫亲中的话，那我亲中。这个傻蛋他这么直接啊，这个人啊，这一根肠子通到底。他说好，那韩国需要亲中，因为他说韩国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跟中国切八段，没办法。过去呢，这个长久以来，安全靠美国，经济是要靠中国的呀，而且呢，中国就在韩国的旁边嘛，地理位置这么样的接近，互相的经贸往来，人员之间的往来如此的密切频繁，你说我要跟他绝交不可能的。那现在呢，川普就拿着你这一点，好啊，那你就3500亿拿出来，拿不出来，怎么办嘛？所以现在南韩就面临到了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好了，那个南韩呢，现在的一个窘境不仅仅是在外交上。它的经济呢，也因此陷入了一滩死水，而且呢，被台湾给超越哦。过去呢，大家会说韩国是亚洲4小龙之首，而且呢，你说它的经济飞跃，然后你看它的 K-pop 有没有？全世界大家都在听韩国的流行音乐，就觉得它的文化可以输出到全世界。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现在的南韩它的经济状况非常的不 OK。怎么样输给台湾呢？这个对于南韩来讲，他们是很。你知道南韩是一个自尊心非常高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他们现在是觉得非常丢脸。好，我们来看他们输给台湾怎么个输法就在这个今年看到了这个人均的一个 GDP， 台湾呢是38066美元，韩国是37430美元。好，这输1块就1块，所以现在台湾是正式超越了
韩国的人均 GDP， 而且呢，接下来超越的一个速度会非常快，因为呢，现在已经预估到明年台湾人的一个这个人均 GDP 呢是4万美元以上喽。那南韩呢，到了明年，它还只有38900，所以呢，那个到了明年的一个这个拉距会越拉越开，距离很远哦。这个韩国已经开始不断的落后。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继续来比较经济成长率。今年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预估是4.5%，南韩有多少？0.9%，差非常多。再来比股市的市值，好，我们先来比这两国之间的一个这个护国神山。台湾当然就台积电嘛，然后呢，这个南韩当然就是三星。台积电跟三星呢，当然都是半导体的一个这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哦。好了，那在2020年的时候，这两家公司他们的一个这个市值啊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到了今年2025年，现在的台积电的市值呢已经超越了三星3.4倍，所以那个差距拉大。好了，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它的市值都已经天差地远了。整体来讲的一个市值，台湾的股市的市值也比南韩整体的股市的市值要多了1.5倍，所以你就看到南韩现在已经是越拉越远哦，越拉越后面了。再加上南韩人不生小孩啊，所以台湾人也不生小孩，对，没错，但南韩人更不生，所以呢，这个生育率的部分啊，台湾呢还有0.86。但是呢，南韩只剩下0.75了，所以你就看到了整体一个国力的一个比较哦。这个南韩是已经感觉好像老牛跑不动啊，跑不动，追不上，然后后头还有2个追你劈腿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南韩现在伤脑筋。好，那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说，曾经这么辉煌的一个国家，它一夕之间倾倒，它再也爬不起来，也不是那么说的。我们来看，现在南韩一直在努力的是，他们希望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能够让他们快一点追赶回来。我们来看，近来南韩在 AI 这个领域当中最重要的，他们最能做的技术。最棒的当然就是高频宽记忆体，记忆体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南韩企业的强项。好了，那进来呢你就看到了，OpenAI 找上了三星，找上了海力士，然后呢他们要共同合作。投入星际之门，星际之门就是美国的一个 AI 基础建设的一个大计划，他们现在要投入这个计划当中。那你看到哇，三星跟这个 SK 海力士啊，要跟 OpenAI 一起合作了，然后大家觉得哇，好棒好棒，终于好像又看到了一点希望。然后同时间你也看到了最新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在这个9月份。南韩的晶片出口的数字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成左右，大家又觉得哇，好棒好棒好棒。但是呢，现在南韩落后给台积电的一个半导体的技术，已经落后的蛮多的，所以呢，它在记忆体的部分要去追赶，然后它在 AI 的部分它要去追赶，其实是辛苦的。所以呢，在科技突破这个部分，南韩现在呢也是请全国之力，希望可以赶快的让他们能够往前。那它的出口拉上来了，经济成长了，才有可能呢，再把它输给台湾的部分，看能不能再捞一些回来。好了，那我们谈回南韩现在最根本的处境，就是在于它过去的左右逢源，造就了它的经济奇迹，造就了它全世界大家都认得韩国、南韩文化的部分，流行音乐的部分、戏剧的部分，然后看它经济的部分啊，大家都在看南韩。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的时代变成中国、美国都要你选边站，你到底要站哪一边？好，我们来看近来南韩，我们刚刚提到它的经济状况陷入了非常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时间点已经进入10月了，所以呢，南韩之前他就说，哎呀，我好想要抢那个中国的观光商机，11的观光长假的商机，所以呢，他就释出了一个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游客啊，3人以上这样的一个团体呢，他给你15天的一个免签证这样的一个优惠，希望可以多吸引一些。中国游客本来在南韩就是最大宗的一个这个游客来源的国家，那他们希望可以更多一点。再多一点，再更多一点，多赚一点钱。南韩是有赌场的，他们总共有17家有牌的赌场。那这些赌场当中赚的钱啊，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贡献的，所以他们希望用免签的方式，让你们组团来玩啊，组团来输钱，不是组团来赌博啊，然后我就有钱赚啊。南韩是打的这个如意算盘。那当然呢，中国的经济也没那么好，所以中国其实在去年就开始对南韩的游客提出30天的一个这个免签证的一个优惠，所以现在双方其实都想要这个
更多的一个互相的交流，然后希望能够促进一些观光方面的一些商机哦。当然，我们看到了中国跟韩国就是地理位置这么近嘛，你要说让韩国选边站就选美国那边，好像也不太合理嘛，因为你就是这么近，你看玩来玩去，那不就是一个商机吗？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流动，然后他们商业之间的一些经贸往来。都是商机啊，所以呢才会有李在明讲的那一句，他说不绝交就叫做亲中的话，那南韩需要亲中，他是用需要这2个词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旅游方面的一个互相希望可以这个促进对方的一个这个旅游的商机。那再加上一个，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最近有很多的动作，在被美国针对了之后，已经很确立，感觉好像没有和好那一天，顶多就是没那么坏。可能就是以后的状况，中美的关系就是很坏、普通坏、有点坏、没那么坏，大概这样。你要说中美关系很好，哎呀，我们以后可能听不到这个词了。所以你看到中国呢，当然也希望把这个南韩纳为自己的一个盟友范围当中。所以你看到中国在做什么事情哦？除了就是直接跟你讲，那你自己选嘛，对吧？你如果要选，那经济奶水不好意思没有喽。那再来，你就看到中国在做一些事情，很可能，我们会慢慢观察到未来可能有一天，南韩会不得不选边，但是那个不得不选边，它很可能，或许会选中国。为什么？中国最近呢，它不断的用资本的攻势在攻击南韩。好，为什么这样讲啊？首先你看哦，中国呢买南韩的国债。全世界他买到第1名，好，那第1名不说，他离第2名好远好远哦。现在中国呢是不断在购入南韩的国债，其实这些国债当然你卖，当然就是让人家买嘛，对吧？但是呢，如果一直被一个特定的国家不断把你的国债给买走的话，那你要有心理准备，这就叫做他未来在你国家的影响力。然后你说，买很多国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大家来想想，当年这个中美之间正在紧张的时候，中国抛售美国的国债，是不是就引发了美国非常的震撼，对吧？这个国债的一个价格啊，就会开始崩坏，然后就会引发一连串的一些金融的一些这个危机事件。所以呢，当你所有国家的国债都在同一个国家手中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维持跟这个国家的关系，很重要，不然哪一天我跟你不好了，我把所有的国债给你倒掉了，你死定了。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大家才会说，当南韩的很多的国债都在中国手中的时候影子影响力大家就要开始重视。那不只是这样，这个是国债的部分。中国呢还看到很多中国资金涌进了南韩买房子。目前呢，看到首尔的房价被炒得很高，很多都是中国人在买的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在2024年，南韩的房市那总共有11363间卖给了中国的买家。好，那你说这多吗？我们给大家比例尺这1万多间呢，大约占整个南韩他们这个成交的一个状况总量的65%，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就看那房子都给你买了，然后房市一堆，然后呢中国的资金也进来买南韩的股票，所以呢股市也有，房市也有，公债全部都有好多的中国资金。所以呢现在南韩大家也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如果呢未来的南韩内部的投资有非常多来自中国的资金的时候，当国债都在中国人手上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国家？你是可以轻易的说我要选美国 ，Hello， 跟你拜拜吗？好像没有办法。所以呢，那来看美国，美国一直以来呢，就是南韩它很重要，觉得要维持安全，国家安全很重要的一个盟友。但是呢，现在可能在李在明的一个执政底下，他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当川普上来了之后，你就看到他不断的跟南韩要求非常多，除了直接投资说你给我付3500亿美金之外，他最近呢，你看到他要求南韩要增加国防预算，好，那当然没问题，这个增加国防预算呢是保护南韩自己，本来就要应对北韩，这是 OK。所以呢，在明年，南韩的国防预算增加了8.2%，然后再来你就看美国一个动作，他在南韩设立了一个 MQ9无人机的侦察中队。侦察中队干嘛 ？MQ9的这个无人机其实非常厉害，它可以攻击，然后呢，它也可以做侦察的一个动作，它可以情搜。那它为什么厉害呢？它是一个中高空的，可以非常远程、长程的一个无人机，所以它可以飞得很远很远，然后高高的
天眼一样的侦察你。好，那他设了一个无人机中队，这是史上第一次哦。好，那美国在这个地方花了很多钱，川普啊进来就直接跟李在明开口，他说：“你们美国啊，在你们南韩弄了那么大的一个美军基地，设施盖得如此完善，我要花很多钱盖啊！你看我还给你弄无人机。”这个侦察中队，我还要派美军派了美军大概是28500人都在南韩。你那个军事基地哦，我有点想要。他就是你想要什么意思啊？他这个川普说那个地要给我，那个军事基地那片地要是美国的。他就觉得很荒唐。之前呢，这个美国要求南韩多付出一些共同分摊的那个军事费用哦，已经年年增加。但南韩很聪明啦，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先跟拜登谈好了接下来5年的分摊比例，但是呢也增加了。也就是说，现在大概今年度，我们看2026年度哦，你大概一年哦，这个韩国要付给美国是1.52兆美元，韩元，这个叫做要付给美军呢，就是保护费的意思啦。然后每年会稍微增加嘛。那川普现在就可能你知道这个都被拜登谈好，他没有什么利润，所以他就直接说那个地我要了啦。地你要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美国跟南韩之间签订的那个协议当中美军的基地盖在南韩，那南韩的这片土地是授权给美国人使用哦。那美国人离开了之后，地是要收回来，这是国家的土地哦。现在美国说他要，然后就觉得很怪，你来用，我又没有收你租金，我就是白白借给你用，然后你现在说那片地你要，因为你在上面盖了房子，不太对吧？所以现在南韩内部的舆论其实也对这件事，对于美国的予取予求，非常多的一些争议跟讨论。好，那你就看到了，你要安全要靠美国，你现在就要面对美国对你的要求，你好像如果你还要他保护你，远离北韩的摧残的话，你是不是也得要跟美国低头？所以现在南韩就面临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了，就是呢，你没有办法断掉对中国的经济南水，然后你似乎也没有办法放弃对美国的这个安全，希望他来保护你的一个保障。南韩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底下，他要怎么样有办法继续左右逢源是没办法了，但他要怎么样努力让2个大国至少都不要对他反目成仇，哎呀，好像也很困难。所以呢，这个李在明这个时机点当总统，好像有一点憋屈，有点辛苦，考验他的智慧。我们继续来观察。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南韩进来的一个困境了，希望你喜欢，我们下回见，拜拜。